女上司爱上帅气男下属，准备来个霸王硬上弓，没想到下一秒，她就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扇了几巴掌。然而上司还以为是男人动的手，内心顿时就爽得不得了。我喜欢，继续打，用力的打，粗暴的打。而男人则趁着这个时机逃出魔掌。男人名叫励志，自小他的体质就很特殊，只要一碰到女人，就会发生很恐怖的事情。这也导致了他如今30岁了，还依旧没谈过恋爱。为了能让励志尽快脱单，不明真相的好兄弟们为他举办了一场派对，邀请了许多亮眼的美女，想要借此介绍给励志认识。可是这些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可怕事，让励志看见女人就心生畏惧。与此同时，3个美女听了励志的好兄弟老王说了他的事后，根本就不相信，认为励志肯定是不喜欢女人。于是3人便跟老王打了个赌，看谁能够将励志拿下。率先出场的是邦尼，他几次的试探，励志都无动于衷，于是就假装地上有虫子，想要顺势跳入励志怀中。没想到励志却并未伸手，邦尼的屁股直接摔成了8瓣。接下来是小兰，然而还不等他靠近励志，励志手里的酒杯就不受控制地泼向了他，气得小兰破口大骂。最后上场的是阿珍，而他选择的方式也很奇葩，他要励志搂着他，否则他就喊非礼。我搂着你有什么好处呢？别开这种玩笑，你会有麻烦的。你真会有麻烦的。然而当励志刚触碰到阿珍时，阿珍却看见他的手竟然变成了可怕的爪子，吓得阿珍惨叫着离开。哎呀，我说过我不能接近女人，一接近女人就会上身，你就是不信。原来励志一直以来都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着，家里人寻遍许多的大师都无法化解。励志刚想跑到酒店喘口气，不料女上司却不请自来。她早就暗恋励志已久，而这个女上司也是出了名的如狼似虎。还不等励志反应，女上司就直接把他推倒，打算来个霸王硬上弓。没想到下一秒，那股神秘的力量直接把女上司教训了一顿，而励志则是抓住机会逃走。另一边，女主曾小雨也受邀来参加酒会。好姐妹阿珍一眼就看出她心情不好，原来今天本来是小雨的生日，她本以为男友会为她庆祝，没想到等到半夜，却看见男友带了另一个女人回来，气得小雨直接将蛋糕扔在2人脸上。心情烦闷的她在酒会多喝了点酒，而就在闲逛时，她竟遇到了自己的老同学沈慈航。交谈中得知沈慈航毕业后就做了道士，在得知小雨刚刚分手后，便热心的打算帮她看一看相，算一算下一段姻缘什么时候来到。哈，那段不是真姻缘。不过真是奇怪，你的喜星和凶星同时长在一条线上，你很快呢就会有一段真姻缘，而你喜中带凶，很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危险。此时小雨因为喝多了酒，想要去洗手间，于是就匆匆与沈慈航告别。而与此同时，为了躲避女上司，励志在厕所已经躲了半小时，捉摸着时间差不多了，打算出去时，却发现门锁竟然坏了。无奈他打算从上面爬出去，可脚底一滑，直接踩进了马桶，任凭他怎么拔都拔不出来。情急之下，励志只好大声呼救。恰好此时小雨也来到了厕所，得知励志的情况后，赶忙出去找人帮忙。不曾想酒会早已结束，众人也已经散去，无奈他只好自己去救励志。好在小雨曾学过2年护士，知道一种产妇呼吸法，让励志跟着他的节奏呼吸，然后再用力把脚拔出来。在小雨的帮助下，励志成功脱困。励志礼貌性的想握个手，但仔细一想还是算了，他不敢再碰女人了，免得再惹什么事。眼下已是深夜，小雨想要回家，可却打不到车。恰好励志开车路过，但是他又不敢让小雨上车，生怕又遇到什么鬼神之类的。可小雨却认为这只是励志的借口，好歹自己也是他的救命恩人啊。眼瞅着小雨要自己走回家去，深更半夜的一个女人实在不安全。再三犹豫下，他还是让小雨上车了。哪知小雨刚坐上车，奇怪的事就又发生了，车子突然不受励志的控制，开始在路上横冲直撞。小雨还以为是励志故意超速吓唬他，直到励志松开手脚，他这才发现车子居然自己在驾驶。与此同时，交警发现了这辆超速的车，想要将车子拦下，没想到却导致车子直接撞向了路边，2人因此被带到了警局。事到如今，小雨终于相信了励志不能碰女人这件事。我每次恋爱都失败，女孩子跟我出去一次啊就怕了，我可邪了。最后励志叫来了好哥们胖子，这才将2人保释了出去。担心再出意外，小雨这次选择打车回家，没想到在等车的时候再次遇到了沈慈航，看样子是特意来接他的。哎，
你怎么知道我在警察局啊？我昨天晚上已经知道你有结束。真的耶，那悬的。原来沈慈航早已算出他有一劫，于是拿出一条五彩绳让小雨戴在手上，说这东西能护他平安，无论如何都不要拿下来。小雨虽然听得稀里糊涂，但还是照做了。经过昨天一事，小雨还是打算找个大师好好算算，于是和阿珍来到了当地最有名的算命先生这里。然而刚排到两人时，却被一个富太太插了队。对方是这里的常客，每次来都不需要排队。而小雨最看不起这种仗着有2个臭钱就为所欲为的人，于是便跟对方吵了起来。听见动静的算命师此时也走了出来，而他一眼就看出小雨的阴气很重。凡是阴气重的人，不是大病就一定是鬼上身啊！照我看，你一定有东西护身。说罢，他就发现了小雨身上的五色绳。怪不得你有佛门佛法护身，你可千万不要拿下来。而被富太太闹了这一出，小雨也没心情看香了，于是便气得离开了。次日一早，小雨和励志就被双方的朋友们给叫到了一起。原来他们都看出这俩人有戏，于是想要借着外出游玩撮合两人。晚上众人坐在一块烧烤聊天，不料途中老王突然肚子痛，怀疑是吃坏了肚子，打算让几个好兄弟带他去医院，让女孩们先回民宿休息。当励志跟他们出来后，才得知老王是装的，原来他们准备要扮鬼吓唬几个女孩，而励志觉得他们这样太损了，并不打算参与。另一边女孩们正坐在一起准备斗地主，没想到此时屋里的灯突然熄灭，并且还传来诡异的叫声：你们骚扰我们的，你们一定要死！所有的男孩子已经被我们上了身。这声音好熟啊！小雨察觉出不对劲，于是连忙跑到窗边，这才发现是男人们在恶搞，于是打算来个将计就计，趁机将老王给绑了起来。而另外2个则不讲义气地跑了出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周围突然刮起一阵阴风，紧接着瘦子突然被什么东西上了身，下一秒他就变得青面獠牙的。胖子还以为他是装鬼装上瘾了，没想到下一秒他就被瘦子死死掐住脖子。解决完胖子后，他又来到屋子里，此时客厅只剩下老王一人。紧要关头，励志突然赶来，以为瘦子还在装鬼，于是苦口婆心地说他这样是不对的。恰好此时小雨下楼，看见励志并未参与，他们感到很是欣慰。紧接着瘦子一把抓住小雨，没想到却反被他手上的五色绳震出去10米远。怎么会弹得这么远啊？你有长风？而被几人这么一闹，2人也都没了睡意。反正天马上就要亮了，于是励志就提议一块去看日出。2人坐在海边诉说心声，没想到此时沈慈航恰好路过，原来他是到此处帮别人看风水的。我给你介绍啊，这是我的朋友励志，我同学沈慈航。你好。孽畜，还不退后！干什么啊你？不要吵！你被一个人挡着，这个人阴气冲天，会一辈子缠着你。原来沈慈航一眼就看出励志被鬼缠身。对了，他一碰到女人就中邪。沈慈航表示，如若遇到困难可以去找他。临走前再次叮嘱小雨，他手上的五彩菩提带千万要带好。天亮后，2人相约去看电影。看电影的过程中，小雨几次3番想要促进2人关系，可是励志却并未做出回应，因为他担心小雨会被连累的中邪。为了让励志无所顾忌，小雨竟然谎称自己得了绝症，只剩下半年的寿命了。听见这话，励志也不管什么鬼不鬼的了，当即就抱住了小雨，2人就此确定了恋爱关系。而那股神秘的力量仍旧纠缠着励志，在与小雨的相处中，还是会发生一些诡异的事。不过好在小雨有菩提带护身，每次都能化险为夷。这天，阿珍带着小雨找到他的好朋友化妆师，请他帮小雨化一个漂亮的妆，准备去见励志的家长。然而小雨刚坐下，此前的那个富太太却再次出现。我还以为是谁呢？阿麦啊，这个时间是我预定的，你先过来给我做。我帮你找别人做好不好？不行，凭什么做了一半就不做了？是啊，如果你过去，我就跟你绝交。阿麦啊，还不过来？站住！随即双方展开第2次大战。富太太嘲笑小雨2人穷酸，而小雨和阿珍则是讽刺富太太年老色衰，根本没必要跑到这里做造型浪费钱。正当双方还在唇枪舌战时，外面突然来了2个抢劫的，于是小雨连忙上前，表示他们要抢钱就抢这个太太的好了，她可是随身就带着几10万的金银珠宝呢。一听这话，2个歹徒便将富太太包里值钱的东西都抢走了，而富太太也不打算放过他们，于是便跟歹徒说
既然结了才，不如顺道再结个色。这两个姑娘年轻貌美，身材还很哇塞。歹徒看见小雨，顿时起了色心。好在小雨趁机拿起桌上的喷雾，直接将歹徒砸晕，剩下一人则被众人围攻。事后他们喊来警察，将歹徒绳之以法。而经此一事，小雨和傅太太算是彻底结下了梁子。镜头一转，励志带着小雨回到家，一想到马上要见励志的母亲，小雨一时还觉得有些紧张，而励志则安慰道：“像你这么温柔漂亮的，我老妈一定很喜欢你的。”听了这话，小雨顿时喜笑颜开，然后便跟着励志回到了家。哪知当他看到照片上的人后，顿时后背直冒冷汗。志啊，这是你什么人呐？我妈，像不像？阿志，这是你女朋友啊？没想到还真是冤家路窄。此前闹过矛盾的傅太太，没想到竟然正是男友的亲妈。此前厉太太去找大师算卦，也是为了帮助自己的儿子，而为了不让励志为难，两人都很有默契的假装不认识对方，然后趁着励志不在时才会露出真面目。原来是你勾引我儿子，他喜欢我正点，你嫉妒啊？我的孩子不能够亲近女色的，砍了你，免得你连累我儿子。哎，我肚子饿了。哦，就好了啊！哎，而在励志面前，两人还是会装出很和谐的样子。不明真相的励志还在暗自开心，想不到婆媳关系相处的这么融洽。饭桌上，两人依旧斗得死去活来。吃过饭送走小雨后，厉太太的心里总觉得不踏实，她希望死去的丈夫能保佑他们的儿子。此时励志走了过来，自己交了女朋友明明是件好事，为什么母亲会如此慌张？事到如今，厉太太只好说出真相。原来自励志出生起，就有一只青面鬼一直跟着他，而这一切还要从30年前说起。当年励志的爸爸是个有名的道士，有一次他无意间撞见了一个名叫张三的降头师，想要残害一个孕妇。最终在励志爸爸的干扰下，降头师的邪阵不仅没有成功，反而还遭到反噬，连累了他的妻子和孩子。为了复仇，张三身穿红衣，将自己和妻子葬在一起，死后化作青面鬼，一直缠着励志，势必要让厉家断子绝孙。自那以后，励志的爸爸也很快就去世了，而张三的诅咒则一直跟随着励志。如果励志强行与女子结婚，那么必定会暴毙身亡。然而励志听后却不相信，小雨已经将他和厉母的事情告诉了励志。励志知道两人之前有过误会，认为母亲并不喜欢小雨，以为这是他阻止自己和小雨交往故意撒的谎。眼见儿子不信，厉太太只好亲自出马，前去求见一名更厉害的法师。法师表示，如果想要励志活命，就必须找一个身患绝症的女子跟他结婚。在结婚当天，他在施法将励志身上的诅咒转移到那个女子的身上，如此一来，励志便平安了。说来也巧，上次小雨为了能和励志在一起，故意撒谎说自己得了绝症，而为了缓和小雨和母亲之间的关系，励志便将这件事也告诉了母亲。厉母听后大喜，心想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这让他对待小雨的态度顿时来了个180度大反转，甚至隔天就为两人举办了婚礼。然而就在化妆时，小雨却忘记了沈慈航叮嘱的事，竟然将五彩绳拿了下来。而眼看两人即将成亲，小雨也不想继续隐瞒，于是便将自己撒谎的事告诉了励志。而励志一听小雨没得绝症，顿时高兴得不得了，完全没有责怪他的意思。正当婚礼进行时，小雨却突然心绞痛地晕死了过去。原来是法师已经开始做法。来到医院后，厉母才得知小雨没有得绝症，这才后悔自己害惨了小雨。得知母亲做的事后，励志怒不可遏，随即便和老王去找到法师，想要阻止这一切。可是那根带有诅咒的木刺竟然被张三控制，眼看老王就要惨遭毒手，励志及时抓住。为了不伤害到其他人，励志干脆将其刺进自己的身体，兜兜转转，诅咒再次回到励志身上。而医生则表示励志没几天活头了。就在众人感到绝望之际，小雨突然想到了沈慈航，于是马不停蹄和厉母赶去寺庙。沈慈航在得知事情来龙去脉后，表示如今只有将张三请出来说个明白了，可请神容易送神难。沈慈航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压得住他，为了能够压住阴气，朋友们也全都赶来帮忙。随着沈慈航念诵口诀，张三的鬼魂也被请到了这，然后附身在了一张椅子上。你就是张三？臭道士，你凭什么请我上来？张三，带着冤仇的游魂野鬼是永不转轮的，你这么做又何苦呢？放了他吧。我不要投胎，他老爸害得我绝子绝孙，我也要他跟我一样绝子绝孙。张三还表示励志他活不过明晚。沈慈航感觉得出来，这张三是个狂妄自大的鬼，于是心生一计，跟他打了个赌，
如果明天6点之前张三杀不了励志，那么从今往后就不能再加害他，并且沈慈航他本人不会插手干预。张三听后果断就答应了，他知道励志必死无疑，因为他早就买通了勾魂使者，明天就会前来索励志的命。接下来沈慈航将励志带到了厉家的祖屋，厉家的列祖列宗都在这，多多少少也会庇佑励志，然后再让众人准备好酒菜。凡是无法轮回的鬼差，就一定是犯了酒色财气4大戒，所以要利用鬼差的喜好，尽量拖延时间。勾魂夜叉来无影去无踪，只有将香炉挥倒在地上，配合杨枝甘露才能够让其现形。最后还有关王刀，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用来砍他的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3人坐在麻将桌上等候夜叉的到来。然而这个鬼差好酒好菜都不喜欢，最后径直来到了麻将桌。3人强忍着心中的恐惧，和眼前这个看不见的鬼玩起了麻将。原本依靠这种方式就能让鬼差忘记时间，成功拖到天亮，没想到关键时刻老王掉链子，非要赢一把鬼差，这下直接把鬼差惹怒，当即就要大杀4方。在甘露水的配合下，成功让鬼差现形，随即鬼差就要将励志带走。众人拼命阻拦，可却根本不是鬼差的对手。无奈厉母只好拿出关王刀，直接将其给砍成了2半。可没想到下一秒，他却又合2为1了。就在这时，屋外面传来鸡鸣声，眼看阳光就要照射进来，鬼差吓得赶忙逃离。殊不知这一切都是胖子安排的，他请了剧组的灯光师，配合着录音机里的鸡叫，成功骗过了鬼差。本以为这下就万事大吉了，可没想到鬼差却又杀了回来，打算将励志拖进地狱。好在小雨反应迅速，及时拉住了他。与此同时，张三也现身出现，他蛊惑小雨赶快放手，要不然他自己也会坠入无间地狱。然而小雨说什么都不愿意松手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沈慈航及时赶到，他表示马上就要6点了，张三已经是输定了。可没想到张三却使诈，竟施法让时间暂停。没办法，沈慈航只好亲自出手。可没想到他却不是张三的对手。而就在这时，身后的厉家祖先的神位竟然发出金光。多谢厉家各位列祖列宗合力相助。厉家52代长孙励志、长媳曾小雨速速就位。随后，沈慈航将凝聚的力量注入到小雨和励志的身上，两人合力打出一掌，直接将张三打得魂飞魄散。至此，励志身上的诅咒彻底消失。两人还重新举办了婚礼。婚礼上，阿珍3人还在好奇励志是不是还是不能接近女人，于是派出邦尼准备试验一番。励志你想摔死我啊，笨蛋！以后啊，还更不能接近女人啦！不是鬼不准，是我不准。撞邪先生不仅仅是一部带来欢乐与惊悚体验的电影，更是一面镜子，让我们在观影过程中审视人性，感受情感的力量，从中汲取面对生活挑战的勇气与智慧。